日本在这一次呢，熊本厂2月24号呢要开张了。这个开张对日本来讲是新的里程碑。这段时间大家看了日本的整个半导体产业呢，大家重新再振作。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谢金河，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。进入到2024年的龙年，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台股呢在开红盘的第一天呢大涨了548点。欢迎你一起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，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，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以及产业状况，成为财讯粉丝团，也就是财团的一份子。或者你也可以针对喜欢的节目抖内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。这个548点，那么大家如果回头还原一下呢，最大的关键是2月8号台积电的 ADR 呢在美国大涨 7%， 台积电在2月9号啊它拉高到 135.17 美元这个大幅的上升呢也揭开台股大涨的序幕。所以我们看到台股在2月15号开高之后呢，再度穿越2022年所创下的18619，现在呢过了18619之后呢，台股下一个新的里程碑会航向到何方？这个是今天跟大家共同来探讨的几个龙年投资策略的重要的观点。第一个呢，从台积电的大涨，我们可以看到在2024年，现在整个世界的焦点聚焦在 AI，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从微软开始到奥特曼然后呢一路延伸，那么全世界所有跟 AI 有关的重要人物100个呢都被放在 Time 的封面上面，我相信也带给大家对未来整个大趋势的探索。这个探索当中，我们看到第一个关键的焦点，在未来的这个 AI 的路上呢 ，NVIDIA 的奔驰在过去一段时间，大家可以看到2023年的世界的重心在科技七雄，大家可以看到全世界市值排行榜呢，从苹果开始到微软，那么到 Google、亚马逊，那么到 Tesla 到 Meta， 然后呢到 NVIDIA， 这7家公司到了2023年到24年的关键的转折的时候呢，有2家公司慢慢呈现颓势。第一家呢是苹果，苹果在2023年的年尾，那么股价涨到 199.82， 它的市值到了3兆0810亿美元。后来呢是微软超车了，微软后来涨到 420.82， 那么市值到了3兆1250亿。这个微软到现在为止正式超过苹果已经3个月了。那这个看起来苹果的态势难以挽回。那么最大的关键是苹果重要市场在中国，那中国现在品牌手机呢慢慢正在吞噬苹果在中国的市占率。而最严重的是 Tesla 从 299.75 呢，现在一路跌到最惨是 175.01， 市值1兆2430亿美元呢，现在跌到最惨5700多亿。这样的一个腰斩式的市值的缩水，现在在科技七雄当中呢 ，Tesla 已经被碾除到10大以外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微软现在跳升第一，苹果第二，第3名是沙特第4个公司。另外呢 ，NVIDIA 第4， Alphabet 呢，这个 Google 第5名，亚马逊第6，第7是 Meta， 第8呢伯克夏这个是巴菲特的公司，第9名呢是生技公司礼来它不断的并购，现在市值7000多亿。现在第10名在台积电，但是呢整体来讲，台积电这一次到6704亿，逐渐逼近7000亿。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大家对台积电未来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，它未来比价的这个对象呢是从 NVIDIA 开始。如果 NVIDIA 的市值到1兆8250亿的话呢，那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，全世界的 AI 晶片呢，所有的代工高阶晶片全部都是台积电来供应，而台积电供应全球高科技的这个高速运算晶片呢，大概有90%以上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在 AI 的教父呢，奥特曼现在呢准备集资5到7兆美元呢，要重新建造这个 AI 晶片厂。奥特曼呢现在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，但是呢这个是看起来工程浩大。另外一个呢是 ARM 的孙正义，大家可以知道，孙正义这次呢要集资1000亿美元要盖 AI 晶片公司那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呢，整个孙正义的崛起大概是靠马云，所以
以在整个软体银行呢，在2000年之后呢，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。但是在马云跌落云端之后呢，其实这个软体银行的股价呢是大幅的下滑。后来你看到满帮集团啊，这些所有马云投资的公司啊，股价大概都惨跌了7、8成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孙正义现在跳船呢，从 ARM 开始，这个 ARM 的股价的大涨，又给孙正义呢带来非常大的新的愿景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，当全世界在筹资大张旗鼓要盖晶圆厂的时候呢，台积电在这个位置上，它会扮演非常重要的、至关重要的角色。台积电如果现在的市值6700亿，那它往上看呢，将来挑战1兆美元的可能性是大的。你知道现在盖一座高阶晶片的晶圆厂，我相信这个起跳金额是1000亿，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态势来看呢，我相信台积电在整个全球 AI 的浪潮当中呢，它应该已经站在一个最重要核心的浪头。这个浪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，最近费城半导体这2年当中，从2023年到现在，它不断的往前奔驰，最高到4644.04，这样的一个从2089到4644啊，最大涨幅呢大概达到120%。这个也告诉大家，整个半导体产业跟 AI 晶片的发展，这是一个全球现在的显学。这个显学啊，也大概可以看出来，在日本的日经新闻啊，大概最近把这个在过去这2020年到2024年全世界的变动的发展大概做一个对比，其实也给大家一个很大的启发。腾讯、阿里巴巴、贵州茅台他们现在都不见了哦。到2024年以后呢，那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全中国在全世界30大市值的公司啊，大概剩下一家腾讯。那腾讯呢，现在被追过的是丰田汽车，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，整个中国在全世界的发展当中啊，它已经慢慢往下在下坠哦。这个辉达呢，在财报揭露之前呢，这个 Casey Wood 哦，大概卖掉辉达，但是呢，整个来看呢，现在美国科技西熊啊，它占了大概12.93兆以后呢，它的市值打败几乎所有的国家的。这个也告诉大家，其实市值的排行也代表全球竞争力哈，也就是你看到日本这一次再起，其实大家可以重温往事，在1989年的时代，日本当年泡沫经济，日经指数涨到38,957点，在那个当下呢，日本的股票上市公司呢，在全世界前10大当中呢，日本最少有7家，这个7家从 NTT 开始到日本兴业银行、住友到富士银行、第一劝业银行，大家可以看到前5大呢都是日本企业，到第6大的是 IBM， 然后呢第7大呢三菱银行，然后呢第8大是 Exxon 石油，然后东京电力，然后呢这个是壳牌石油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在1989年全世界10大企业当中啊，大概日本占7家，而美国呢，美国只有2家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到2022年之后呢，又重新改写了。那现在我们看到全世界市值前30大的公司呢，美国大概占了80%以上，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，在这一轮当中的一个全球的变动啊，其实非常值得大家高度的关注。这当中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一轮的 AI 的浪潮当中啊，跟台湾人有关的几家公司啊，其实他们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我们看到 NVIDIA 的黄仁勋是台南人，然后呢，苏之峰的 AMD 的苏之峰呢也是台南人 ，Supermicro 的梁建厚呢是嘉义人。那么他们在这一轮的 AI 的革命当中啊，都成为世界的焦点。你可以看到 Supermicro 是以伺服器啊来诉求，那这个伺服器当中，我们可以再看到台湾在这一回合当中啊，广达、伟创、英业达都扮演重要角色。所以最近的欧洲的媒体在讲，台湾不单单是半导体的重要聚落，同时呢，也是蕴藏非常重要的高科技产业延伸出来的，包括 PC 啦或相关。这一次我们看到 AI 当中啊，其实台湾是全世界最重要的 AI 的重镇。那么这一次我们也看到 Supermicro 的股价大涨之后，它怎么样回档？在2月16号这一天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冲到多少呢？ 1077.87。Supermicro 的股价呢，在2022年啊，最低价只有21块9毛3，然后呢2022年的时候呢，年底 39.63， 到了22年的年尾是82块1，然后呢去年的23年的年底是 246.24， 现在呢很短时间啊冲到1077啊，让市场惊艳哦，大家把它当成妖股。大家特别看到这个成交量，你一生难以想
想象为什么？如果你换算成美元的话呢，它一天成交量大概300亿美元，300亿美元是台币1兆左右。这个1兆台币的成交量呢，是台湾的交易量呢2天到3天的，这个是大家难以想象的哦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在 Supermicro 大涨之后呢 ，NVIDIA 的股价同样在去年底的时候呢439，那么现在呢一样拉升到非常惊人的地步。超微的股价呢，同样也是在今年啊，它也出现一个大涨的行情。好，这个是 Broadcom 呢，股价同样继续再创新高，微软也是一样哦。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，在2023年，美国银行的分析师啊，叫 Michael Hartnett 哦，他标定一个叫科技七雄。现在 Light Street Capital 的 Grant Cardone 它叫做 AI 的五雄啊，涵盖从微软开始，再到 NVIDIA 的 AMD、Broadcom， 再到台积电。我相信这个所构成的新的 AI 供应链，再加上 Supermicro 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在一个 AI 的浪潮当中啊，他们呈现一个非常快速的奔驰的景况。这是我们现在要看到，日经最近在讲，他说错视战略的转捩点，使得 Intel 呢败于台湾。那大家看到，当年台积电追过 Intel 呢 ，Intel 市值2000多亿，现在剩1886亿，但是台积电已经6700亿了。那最近你也看到 ，AMD 原来股价很小哦，的2块多啊，现在 AMD 的市值已经到2800多亿了，但是呢 ，Intel 1800多亿，所以它不进反退，但是呢，只有 Geersinger 呢不断的在市场上叫嚣，这是一个昔日的贵族啊，未来它如果翻转，值得大家高度的关注。我们看到在 AI 所带领的新的浪潮当中呢，我们最近也看到日本的日经指数呢，这一次快速的来到38856点，它距离1989年的高点大概只剩下92点。我相信在经过这个高档震荡之后呢，日本会重新再度冲上新的云霄。这个也是告诉大家，在经过这几年当中啊，大家都在看日元贬值，为什么股价会一直不断的上涨？日本的上涨有非常多的关键的因素。那最大的因素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在1989年日本泡沫经济之前，大家看到二战的时候呢，日元是360，那么到日本在1989年泡沫经济吹破的时候呢，日元跑到 79.75， 地震海啸的时候呢 75.35。 那么大家可以知道，一个国家经过大幅的升值以后呢，在泡沫吹破以后，日本能够幸存已经很了不起了。现在回到150呢，是给日本重新调整元气非常重要的新的里程碑。那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日元的贬值当中啊，大家也看到另外一则新闻，也是日本创新高，但是呢，大家在怀疑它是不是30年的失落会画上休止符哦。那德国的 GDP 啊，最近超过了日本，也引发大家高度的讨论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，日本会再起有非常多的关键元素。那么第一个呢，未来的投资啊，在2024到龙年，地缘政治还会继续在发酵，两岸关系的紧张，包括美中角力的加剧呢，日本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。日本会是在地缘政治当中最重要的美国加持的国家。所以如果你看日本的军工产业，在这一次呢，三菱重工从2161块日元呢，大幅上涨到10800块日元，你就知道在军工产业呢，日本的国防工业啊，会在这一轮美中角力当中呢，它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。第二个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的商社现在串联全球，它的竞争力呢扶摇直上。巴菲特投资的日本商社呢，现在股价上涨2倍到3倍。第三个呢，我们也看到 Toyota 呢，在这一次在全球汽车杀戮战场当中呢，它一枝独秀。这也告诉大家日本的工匠技艺的精神。那么在经过这一轮的汽车大战当中呢，它千锤百炼。那么第四个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的这个交易所，它要求每一家净值第一的公司啊，必须啊要重新提出报告，否则会下市，激起这一些啊30年来华人问津的低价股，他们开始要奋发图强，有作为。第五点呢，我们看到日本在这一次呢，熊本厂2月24号呢要开张了。这个开张对日本来讲是新的里程碑。这段时间大家看了日本的整个半导体产业呢，大家重新再振作。这个是在1986年之前呢，日本是引领全球半导体产业风骚最重要的国家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千万不要低估日本在这一次重新再起所散发出来的爆发力，这是未来值得大家高度拭目以待的一个焦点。今天老谢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家的观赏，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。